对准拉的主剑同时攻击。宙斯，你疯了吗？我同意女娲的说法，冷静一点。这样的攻击会连神杖一起毁掉的。我们4大神是神杖的守护者。报告，拉开始接触神杖了。什么？诸神的统治终将结束，新的时代即将来临，就让我自己来开启这个时代吧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开火！来吧，让我感受一下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力量。目标逃到其他空间了。这就是创世神杖的力量吗？预言成真了。从来没想过，预言里说的那个人，居然就在我们4个当中。他一定会回来，我们要为战争做好准备。主角终于登场了。喜羊羊，我们弄错地方了吧？没弄错，现在退票已经来不及了。票？什么票？我们要找到卖家在哪儿。为什么连你也在呀？你们终于来了，我等好久了。羊肉串呀！羊毛长见识短，难道所有大胡子都是卖羊肉串的？那我们要买的东西你带了吗？嘘，不要声张，先对一下暗号。还有对暗号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奸细？这可是3大天神都想得到的东西。对暗号吧，我们不是奸细。能不能吃辣？多放点孜然。果然还是卖羊肉串的呀！这个就是能找到创世神杖的星图。创世神杖。据说这个神杖拥有超越次元的力量。我们羊羊村现在已经不如从前了，需要更高维度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只要得到神杖，我们就再也不怕什么狼啊、熊啊、猴子啊、鱼啊。你是有多怨念啊？这张星图一定下至连城吧？3大天神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，而这张星图是找到神杖的唯一线索。你说得多少钱？得到神杖就等于得到全世界最强的力量，3大神自然会想要。所以他们也想要这个星图。真是个了不起的榴莲啊！啊，榴莲？什么榴莲？灰太狼呢？为了这个榴莲，我可是吃了不少苦哦。是想要坐地起价吗？我们好歹也是第一个过亿的，一个榴莲而已，买得起。为什么要买榴莲啊？这个榴莲我们要定了。喂，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？灰太狼去哪里了？还有，星图为什么变成榴莲了？嘿嘿。可恶啊，灰太狼！可是灰太狼不是应该和我们一起的吗？他为什么要背叛我们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村长，喜羊羊，你做什么？从一开始，灰太狼就一反常态的安静，这并不符合他的人物设定。你为什么要对着铃铛说话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在离开的时候居然没有说“我一定还会回来的”这句标志性的台词。道理我都懂，可你为什么要伤到村长呢？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。村长，你醒醒啊！偷走星图的灰太狼是别人假扮的。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，可以找到创世神杖的星图。这次赚到了。有一本书名叫《天堂夜谈》，很奇妙又很好看，叙述的是阿拉
神奇的故事。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。阿里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阿里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感动画谣，卢恒宇和李书杰工作室，小米影业，三只松鼠影业，穿越火线影业，有妖气影业提供。黑吃黑，是的，有个小偷装成了他们的人，在交易的时候偷走了星图。放肆！我们天神的东西怎么能落到凡人手里？把那个小偷带回来。这件事有点麻烦。怎么了？小偷去了东方。对，那里是女娲的地盘。那就得找最可靠的人来办这件事了。雷神托尔，该你出场了。一起上吧！太弱了，身为天神，你们这样怎么保护宇宙的和平？雅典娜，父亲，雅典娜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给你。不去。老爸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？我堂堂战争与智慧的女神会嫁不出去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雅典娜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女大当嫁吗？可我们是两代人，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根本就不同，不要再以你们的标准给我挑对象了。不，是有个任务。我不要生小孩。是有一个小偷。小偷，就为了抱孙子，你们连小偷都能接受？爸，我知道你是想为我好，但你不能拿为我好作为控制我的理由啊！我不可能和一个没有感觉的人结婚嘛，我还年轻啊，条件又不差，你再让我找个几百年嘛！不要再问我到底想要找个什么样的，感觉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嘴说的，大概就是那种要被电到的感觉，一见钟情。对呀，是要被电到，一见钟情，明白吗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们说正事。有一张能够找到创世神杖的星图被一个小偷带到了东方宇宙，我需要你潜入那里把星图找回来。不是让我去相亲吗？你不是堂堂战争与智慧的女神吗？着什么急呀？谁急了？所以是真的有任务了。对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关系着整个宇宙的命运。现在，我们深呼吸，然后尽力地打开自己的双腿，保持呼吸。河神要干嘛？女娲大人，我有事情想要向你汇报。你要听的是好消息呢，还是坏消息呢？还是不好不坏的消息呢？一个都不想听。既然你这么诚实，那我就把3个消息都告诉你吧，好不好？你倒是快说呀！好消息就是，我现在好无聊，好想出差，你说好不好呢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说话怪怪的，是不是在敷面膜呢？
说重点，坏消息是什么？坏消息就是敷面膜的时候表情太大会长皱纹喽。什么事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，你帮我拿个主意呗。有个小偷到了我这里，我是抓呢，还是不抓呢？还是跟踪他呢？随便了，一个小偷而已，你自己拿主意呀！不要拿这种事情来烦我！啊，现在的男神啊，怎么都这么洋炮？哎呀，挂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大人这个小偷偷的是什么东西耶，回头再给他留言吧。我是用微信呢，还是用 QQ 呢？我的斧头！哎呀，要开始工作了。年轻的樵夫哟，你钓的是这个金斧头，还是这个小斧头，还是这个？可爱的故乡。小金刚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还钱！你买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，还骗我买了7个。那东西得凑齐7个才能许愿呢。你当我傻呀？7个都是1星的，有什么用啊？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。你这么想，你一个人没许成愿，在宇宙的别的地方还有另外6个人也许不成啊。小金刚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还钱！我卖你那神灯，可是真的可以擦出精灵。废话，那得看是什么精灵啊！你笑什么笑？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喽。小叮当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凑什么热闹啊？你们认错人了！怎么会？上次不是还在你那里买了4个竹蜻蜓吗？老子是小金刚，我们都忘了付钱了。不是小叮当。钱？我就是小叮当。慢走不送哦。这样都行了，还要不要脸啊？我是很有原则的，见风使舵嘛。别废话，跟我走。先来后到，是我先抓到他的。这种事情不分先后，跟我抢，太不给面子了！我怕你啊！打就打呀，想在我们的地盘闹事啊！好家伙！等一下，你们上啊！难怪朱钱保险箱里的钱变多了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宋三小，帮我出来了！你胆子肥，家里面没大人哦。啊，死小鬼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本来打算放下钱就走的呀。养你长大，不是让你来当骗子的。是天神把这个世界搞得兵荒马乱的，有本事去骂他们呀！我这样叫乱世出英雄。你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，在船厂找个正经的工作吗？帮天神建造那些打仗用的战舰，我有病啊！我最讨厌天神了，一言不合就打仗，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凡人的感受。那是天神的事，你既然已经成年了，
就和孤儿院没关系了。没人要求你给孤儿院挣钱，骗子的钱我更不需要。但是，他需要啊。小金刚，你回来啦！小青，有没有听石院长的话呀？没有。真乖。夭寿哦，你们两个还真是般配哦，气起人来就和一家人一样。当然，小金刚可是本宫最中意的男宠。喂，他最近有看什么奇怪的电视剧了？不是环环就是月月啊，待会吃药给他加2粒脑残片就好了。礼物呢？有人过生日吗？别装蒜，不是我生日你会舍得回来？哼，拿。等会儿我和院长再给你买个蛋糕。我要许愿。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！哎，干嘛？许愿呢？许过了。许的什么？告诉我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帮你实现哦。秘密，不告诉你。那就再许一个可以告诉我的。我想当天神。天神有什么好的？天神不会生病，也不会老，而且女娲大人是人身蛇尾，超有女王范儿。唉，干嘛？这样你看起来就和女娲一样了。小金刚，还不快给本宫请安？是我的女王大人，这个愿望不算，再重新许一个。你带我去冒险吧。病好了就去。每年都这么说，骗子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哼。吹蜡烛吧，早点睡。又要走了。如果我的病能好，就可以和你一起去冒险了。小金刚，我会好吗？会的。你保证？保证。创世神杖，我来了！谁在那儿？我是雷神托尔，为了北方神的荣耀。雷神托尔，不愧是天神，战斗力这么强。糟了，星图要被抢了！我是雷神托尔，谁会信呢？我是雷神托尔，我是雷神托尔，我是雷神托尔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不要再重复了，你就不会说点别的呀？为了北方神的荣耀，让你自己说呀！果然是一只狗，没理由啊，怎么会打不过一只狗？一定是刚才的呀，我自己摔倒了。你是想要这个星图吗？来呀，再来打呀！这次我可不会。不愧是天神，战斗力这么强。糟了，星图要被抢了。你不要过来，听话，坐下，坐下。撞击警告！撞击警告！撞击警告！又是谁啊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！哎呦！快个车，快个车，快个车！
居然得救了！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还是谢了啊。等找到这个宝贝，赏金分你一成。我雅典娜以西方神的名义宣布，你被捕了。被捕？为什么？你偷了星图。这东西是我在路边捡到的，捡东西犯法。这东西是我逗狗用的，逗狗犯法。天神了不起啊！天神就可以随便抢人东西啊！天神就可以随便抓人的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被追上了！什么破飞船，还没狗快！我说了，你有权保持沉默。我要脱了！我要脱了！闭嘴呀！你看，坏了吧？到底会不会开啊？够了！为了西方神的荣耀！要去哪里啊？至少先把我接。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开啊？当当当当！各位乘客，本航班遇到了天神打架，会有颠簸，请各位乘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带，安全带。安全带。还真是天人打架，凡人遭殃呢。星图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我已经记住了航线图，没必要冒险。要是卷入他们的战斗，自己条命也不够。不许碰星图！我没有。星图！这是年轻的雅典娜哟，你掉的是这块金星图，还是这块银星图，还是这块坏了的星图呢？坏了！这种被电掉的感觉，难道就是一见钟情？还是没溜掉。伟大的西方神宙斯，请聆听我的召唤。雅典娜，为什么要用荒废了这么久的祭坛来联系我？女娲大人，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哎，没人接啊。天神也用小米手机啊！河神又怎么了？还有别人！他就是那个小偷啊！嘿，托尔，乖儿子，像不像爸爸呀？河神，
神杖这种重要的事情，你竟然没有禀报！是你要我自己看着办的呀。谁让你前面废话那么多呀？重要的事情要先讲，而且要多讲几遍呢。哦，星图已经坏掉了。坏掉了？坏掉了！星图已经坏掉了。星图已经坏掉了。知道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是你让我多讲几遍的呀。啊，吓死宝宝了。居然被这些人拖了后腿，雅典娜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谁拖谁后腿呀？你们居然派人到我的地盘来抢东西，还有没有公德心？公德心好啊，我们之间也别再争了，你俩各回各家，军队都给我，然后再让你霸占整个宇宙吗？就是人老了就去跳跳广场舞，抢什么神杖啊？老，我又没更年期，更年期关你什么事啊？干嘛学我说话？只许你一个人更年期呀？好，你的更年期是你的更年期呀！太不给面子了！怕你啊！打就打呀！想在我的地盘闹事，好家伙！兄弟们上啊！哦，小金刚，你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吗？区区凡人竟然破坏了星图，这可是找到创世神杖的唯一线索。如果不能从拉手里抢回神杖，就没有办法阻止预言。拉是谁？什么预言？你们凡人都已经忘了，最早的神有4位，我西方神宙斯，东方神女娲，北方神洪七公。你刚刚是想说奥丁吧？洪七公，体系都不一样了好吗？怎么看都是奥丁啊！洪七公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一位掌管南方宇宙的天神，就是拉。泰坦用创世神杖的力量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之后将神杖留在了这里，由我们4大天神守护。他还留下预言，说总有一天黑暗的力量会夺走神杖，让宇宙陷入混乱。1000年前，拉发动战争抢走了神杖。根据预言，拉一定会卷土重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不停地扩军，就是为了应对这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响的战争。拉，小金刚，明白自己闯了多大祸了吧？道理我都懂，可星图是雅典娜弄坏的呀。谁知道你会用星图来挡盾牌啊？哼，怕什么怕？跑到我的地盘撒野不说，还弄坏了星图，哎！女的，你干嘛？抢不着地盘就抢狗啊！我又没叫他，他自己过来的呀，没教养。你骂谁没教养啊？老爸，你自己要少骂，别带上我行不行啊？狗狗那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骂狗狗？恶心，变态！你还骂？我在骂你呀！那小子有车有房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老爸，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和我说这种事情嘛！不要吵，你真的不要吵。你爸说的对呀。我要再年轻个几千岁啊，像你这么大呀，我就嫁。你看，我们可都是为你好。别让你从讲清楚啊！该干什么的年纪就该干什么，你别跟你爸似的，年轻的时候挑来挑去。现在不要再说了。你有话好好说嘛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雅典娜，你明不明白自己的身份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是战争与智慧的女神，你的婚事必须门当户对。那小子谁啊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家里干嘛的？天神。我的意思是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啊！你们还有终生大事要忙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啦。想走？关门，放狗！私藏星图本来就是重罪，更何况现在星图还被弄坏了。你将接受诸神法庭的审判。诸神法庭？这个法庭因为战争的原因，已经上千年没有开庭了。你将是1000年以来第一个接受制裁的凡人。审判长，给他定罪吧。审判长。赵金刚，你可知罪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本官一直都在，只是在闭目养神。太黑了！待
敢代表是公堂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！来吧，狗头铡走！等一下，我可以找到神杖。徒儿，让他说。啊，被你们抓之前，我看过星图，我记得里面的航线。雅典娜，把他带上飞船。徒儿，关门放狗。小金刚是我们东方的人。雅典娜，徒儿，为了北方神的荣耀，你们欺负我们东方没人是吗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什么了？我是可以找到神杖，但我可没说要把神杖给谁。我可是很有原则的。哦，道义有道。有钱就行啊！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！包大人，等一下，你想要钱是吧？带上徒儿去把神杖拿回来，钱再也不会成为你的问题了。哎，我可没说过。洪七公，大家都是天神，谁还差钱啊？带雅典娜去，我加1倍。我也加倍。我加3倍。抢地主！你们在玩欢乐斗地主啊？哎，好了，再争下去也没有意义。我建议我们各派一个人和他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至少先让神杖脱离拉的控制，其他的之后再说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喂，你们就这么信不过我吗？尊重一下我的原则好不好？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的，我还信不过他呢。和他一起几条命都不够。你的意思是没得商量了？是啊，我可是很有原则的。徒儿，关门放狗。出发了，伙伴们！会有什么样的冒险在等着我们的？一路小心呐！你也给我上船呐！我有的选吗？耶，可以出差了！辣的实力非同小可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只有夺回神杖，这个世界才能恢复和平。你们的成败决定了宇宙的命运，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。疼，要不要我先帮你把船倒出来啊？谢谢，不用。刹车油门离合，油门刹车离合。刚才只是一个小失误。离合不是油门，你这么大怎么连档都挂不稳呢？那个是手刹，不是排档啊。挂档而已，你把它拔下来干什么？油门，现在踩油门呢！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这次不会再有问题了。闭嘴了！我还什么都没说。我死定了。你未曾见过我，我未曾见过你。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呐，情投意又合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。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，比什么都快乐。溜快溜的他哟，他哟我哟，心爱一颗嘿嘿嘿，心爱一颗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。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，比什么都快乐。目的地到了。真的是目的地啊！这么偏远的星球，居然有这样的建筑。
应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拉当年逃到了另外一个空间，这里应该是通向那个空间的入口。哎，你们看，壁画上还有象形文字。了以里兹发射器。哦，这个金字塔是个粒子发射器，用粒子撞击太阳，利用恒星坍塌的引力压缩时空，形成虫洞，就可以通过虫洞穿越到拉所在的空间了。如果是机器，那肯定有开关，我们分头找。干嘛？别跟着我啊！我从来都是单独行动的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你这句话能不能说的走点心呢？你在这里干嘛？快去找开关！要去哪里找啊？你个大男人做事能不能有点主见呢？自己拿主意。那我就跟着你。哎，随便你了。咦，哦呵。居然被我先找到了，还有启动说明书，这一下可以甩掉他们了。就算我们两家没打仗，过年呢？过年在谁家过呀？以后有了孩子是爷爷奶奶带还是姥姥姥爷带？这些都是事儿，所以没结果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根本听不懂。哎，哪儿来的光？啊！糟了！刚才肯定是有人先找到了开关，想扔下我们先走。果然不能相信他们，居然还同意他们分头找，太大意了。小金刚，找到了也不叫我们，是不是还想溜啊？信不过我还怕你们赖账呢。让开！第一步，将左手放到中间的三角形面板上。第二步，右手张开，放到右眼上面。第三步，大声喊出指令：古纳拉黑暗之神，呜呼拉呼，黑魔法变身。古纳拉黑暗之神，呜呼拉呼，黑魔法变身。这根本就不是粒子发射器的开关。早说呀！那发射器开关呢？为了北方神的荣耀，你是不是在错路了？外面那么大的目的地3个字，你看不到啊？不要吵，我们再分头找一找吧。还分头找，好让他有机会自己逃掉吗？说的好像你就，托尔呢？我是雷神托尔，为了北方神的荣耀。糟了，声音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这里有个暗门，他果然已经找到了。他是狗啊，狗鼻子那么灵，早知道就一直跟着他了。喂，托尔，找到了也不叫我们，是不是？你是在等我们？托尔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怀疑你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个说明书：声控门，开门请说，芝麻开门。我是雷神托尔。真是难为你了。
芝麻开门。异次元空间。你们快来看，有个按钮。哎，你干嘛？按呐！上面写着别按，万一是个陷阱呢？你的意思是这个红色按钮是陷阱，还是说这张纸条是陷阱？我们投票吧。我选按。我不按。我想按。3比1，按。等一下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天神！再快点，出口就快关上了。这就叫因果吧。我们没有继续往下掉了。哇，失重好好玩啊！太阳，这个洞难道就是粒子发射器？飞船？根本就没有变化嘛。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呀。如果你们谁都不让谁，只能在原地打转。我们可以合作，让一个人先上飞船，再回来接我们。让我先上。要是不回来怎么办？想要先溜的是托儿。要不然我们拉钩，说好不骗人。我还信不过你们这些凡人呢！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想合作，就是想独吞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说好了，一定要回来接我。人间大炮，一击准备。人间大炮，发射！
射器开始启动了。还以为死定了。你们看，要发射粒子了。真的是个粒子啊！穿越过去，就能找到神杖了。越来越刺激了，我们不要再打架了。为了北方神的荣耀，为了西方神的荣耀，为了我的荣华富贵。哼，凡人。呵呵，天神。小青，还不睡啊？我在看星星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想让他留下？他说过会带我去宇宙里冒险，我相信他。成功穿越过来了！哦耶！拉的基地，那是什么？巡逻船。趁他还没有发现我们，先把船倒到后面的陨石带里。或者和他们拼了！你干嘛往洞里开啊？当然是借着狭窄的空间甩掉他呀！你做计划前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吗？闭嘴了！有出口。你不要勉强啊！很好，我们已经按照计划顺利的混进来了。你愣着干嘛？快把他头罩起来呀！快说，神杖在什么地方？创世神杖，我知道啊。从这里出去后，坐38路公交。在中央公园站下车。穿过公园，转4号线地铁，到研究所站下，再坐电梯到顶楼，神杖就在那儿了。谁呀？你当小学生真牛啊！我不就知道好看吗？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能找到创世神杖呢？这简单呀，复杂的有复杂的。那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要找到创世神杖的话，你们需要从这里出去后，坐上危险的38路公交。然后穿过令人窒息的中央公园，再转恐怖的4号线地铁，最后再
再想办法到达不可能潜入的研究所顶楼，你们才可以找到神杖。那个扫地的果然没有骗人，真的是创世神杖。拉果然一直在研究神杖，下面一定机关重重，要怎么办呢？有计划了，徒儿，我需要你的雷电能力去搞定那些监控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一架快速的飞船，在被发现之前迅速离开。河神，你去弄一架飞船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行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战了，需要通力合作，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像个团队一样。所以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这里有个锦囊，万一我们的计划出了问题，再打开它，清楚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开始行动。飞船，飞船，我要到哪里才能弄到一架飞船？听着，老规矩，赢了比赛的人就可以把车开走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会被发现呢？你怎么盯得上啊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对了，你给我的锦囊。成都爱尔平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家非常正经的动画公司，现正热招以下岗位。你所谓的重要任务就是念广告啊！只要你不开车，干什么都行。站住！不知道。我赢了，上车吧。要被追上了！藏得够深的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车神啊！以前经常帮我老爸送豆腐脑。出口在那儿，他们要关门了。可能过不去了。过得去。过不去了。过得去。过不去。过得去。听着，待会儿审问的时候，你们什么都不要说，交给我。这种事情我有经验。你到底做过多少坏事啊？只要能挣钱，我什么都做。切，烦人。有个女孩对我很重要，我想让她过得好点儿，所以才跑遍了全宇宙去挣钱。你们是天神，拥有荣华富贵，没有生老病死，不会懂的。好羡慕你呀！天神羡慕我？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我就不行。天神生来就没有自由，我从小被要求为了宇宙的和平而战，没有说不的机会。就因为我是宙斯的女儿，连喜欢上一个人的自由都没有。我一直都不喜欢天神，不过你们几个
还凑合。来了！我什么都知道，飞船是他讲的，监控是他们画的，广告是他念的，神杖是他们逼我偷的。如果我不干的话，他们就放狗咬我。你看，是吧？不用急，拉准备亲自审问你。大人，准备好了。大人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刚才我在扫地，不知道是谁突然就冒出来打了我一顿。谁这么大胆？没看清楚他们的脸，只知道有3个人，还有一只狗。看得出你们来自不同的兴趣，为什么要偷神杖？偷？你才是抢走神杖的叛徒，想要利用神杖的力量毁灭世界。不，我是想要拯救的。神杖的力量过于强大，如果用错了地方，的确会带来灾难。这些武器就是用神杖的力量制造的，可对我来说，会威胁生命的东西都是失败的发明。比如这个手套，戴上之后可以通过按钮获得超能力，变大啦，千里眼、顺风耳啦，刀枪不入啦，水啦，火啦什么的。但同时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东西不是这么玩的。挺好的呀，哪儿失败了？这个手套如果同时按下2个以上的按钮，那会发生什么？那样就会出现合音。你自己也在玩啊！这一类发明的危险程度只是最低的。通过研究，我们发现宇宙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质量无穷大的点，我将它称之为起点、笑点。笑点被神杖戳爆，发生了宇宙大爆炸。在爆炸中诞生了泛二能量和吐槽能量，当这2种能量混合在一起，就产生了梗。梗是所有物质的基础，小到蚂蚁，大到星球，这个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梗组成的。后来我们发明了梗对撞机，进行了梗的对撞实验。我们发现，如果梗的质量太大，密度太高，就会形成一个质量和密度都无限大的黑洞、脑洞。这一切都只是理论上的吧？这就是脑洞，可以扭曲时空，也能吞噬一切，既能创造世界，也能毁灭宇宙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你创造了这股力量。力量本身没有好坏，但人有。我当年抢走神杖，是想把力量用在更好的地方。这个研究所是开放的，人人都可以通过对神杖的研究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，并不是所有发明都是失败的。比如，这个就很成功。这是个狗狗沟流器的，不对，狗狗交通啊，不是，狗狗交沟。还是我来说吧，这是一个狗狗沟通交流器，只要狗狗带上它，说出来的话就会被翻译成人类的语言，这样人人都能听懂狗狗在说什么。可惜你是只猫。年轻的科学家哟，你掉的是这包金的。我们在做实验，不要捣乱啊！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，用权力和金钱是无法解决的。想要守护这个世界，爱才是正确的答案。爱是啊，爱是啊，
他们看上去都好幸福。因为没有战争的威胁，人们都过得很自在，这才是我想守护的和平啊！说这么多，你的意思是不打算交出神杖喽？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？神杖只有在我这里才安全，其他人只想用他的力量打仗。我父亲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我们是为了和平才战斗的。我觉得女娲大人也蛮好说话的呀。当年要不是我抢走了神杖，他们已经开打了。现在战争也是一触即发，把神杖带回去，只会引发全面战争。如果开战，我们就会成为敌人。我们拉过钩，要相互信任。我是雷神托尔，我是雷神托尔。托尔，你怎么了？小须须？神杖什么时候变成榴莲啦？小金刚，你在干嘛？完成任务啊！先别急，万一神杖真的引起全面战争了呢？那是你们天神的事儿了。小金刚，这个时空是我用神杖创造出来的，你回不去的。哼，用神杖就可以。凡人不要乱来！小金刚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次不会让你再逃了。哼。谁说过要逃了？小青啊！我回来了，你看我把……对不起，小青。是我回来晚了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小金刚，小青的病你是知道的，可是小青得的只是盲肠炎啊，为什么盲肠炎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做人啦！我就说嘛，只是盲肠而已啊，吓死了，差点被盲肠给吓死了。盲肠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你看，全宇宙最强的创世神杖。它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盲肠，还能让你像天神一样拥有荣华富贵，没有生老病死。这种清爽的感觉，就算是这样也不痛，这样也不会痛。我可以这么睡，也可以这么睡，真是太爽了！怎么有种打错广告的感觉啊？那我以后就可以和你一起去冒险了。谁还要冒险啊？我现在拥有的可是全宇宙最强的力量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是天神一样的存在。不对，我已经超越天神了。可是你不明白吗？我们再也不用冒险了。限量版的包包，全色系的口红，所有以前买不起的东西，现在想要多少有多少。怎么样，很爽吧？这些是挺好的，可是你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去冒险，还记得吗？小金刚，这次你要闯什么祸了？小金刚，我知道你已经得到神杖了，立刻交出来，神杖属于天神。果然在这里。报告，有不明军队正在靠近。哼，消息传得够快的。小金刚，你居然背叛我们，亏我还这么信任你。
你以为你背叛的是谁的信任？是天神的信任呐！天神，呵呵。小金刚，东方的事儿轮不到你们插手。神杖是属于我们天神共有的，就这么几句，都吵了几千年了，不嫌烦呐？对啊，太不给面子了！怕你啊！打就打呀！想在我的地盘闹事，臭家伙！开战吧！来啊！上啊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为啥你玩的是斗地主啊？系统都不一样了，好吗？我乐意。还是开战呢？小金刚，他们打起来了，快把神杖还给他们吧！还？不，神杖是我的。My precious！ 快看啊，天都裂开了！这下人到齐了。成功穿越了虫洞。果然已经打起来了，得想办法让他们先停下，再去找小金刚。对方的人数可是我们的3倍哟！绝对不能让了，再抢到神杖了！反击！不行，我们是来劝架的，不可以加入战斗。那我们至少需要3倍的军力才能阻止他们呀！并不需要那么多，只要能说服任何一方加入我们，就可以达到制衡的目的。我问问女娲大人，喂，是女娲大人吗？是这样的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拉不是坏人。是的，他并没有用神杖做坏事，所以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，加入我们一起阻止战争好吗？谢谢女娲大人哟。等回复吧。这种情况你用什么微信留言呢？托尔，狗狗沟通交流器，爸爸，哦，托尔，你能说话了？我不想再为了那个些过千年事体再拼死拼活了。那为啥天就不能好好叫相处？为啥就要打来打去呢？大家就不能好好叫做朋友，不能好好叫坐下来听听人家来讲点啥么嘛？托尔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完全听不懂啊！为什么会翻译成上海话呀？也有温州话和闽南话的版本呢。更听不懂了！雅典娜，拉，你是想挟持我的女儿来威胁我吗？父亲，您误会了，我们……宙斯，我怎么可能忍心伤害你的女儿呢？那你是否还能想起5000年前你写的日记？啊，我也还记得是谁问我借了半块橡皮。到底是谁看了我写给你的信？又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等会儿，是你背叛了我们呐，顾忌！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呀？为什么总要这么倔强呢？看来只能当面和你讲清楚了。谁遇到多愁伤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对你写的信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？宙斯！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西方主舰的防护罩消失了，是个好机会。别乱，先重启防护罩。宙斯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个叛徒！为什么不躲？我不会再
我曾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但我错了。我们都误解了预言的意义。很好。洪七公，你干嘛？趁着防护罩没了，就来这招。就你会玩 CF 啊？啊？跟我比，老娘也有！你就别添乱了。哦。大没事，大家都别动。我有点乱。为了部落，宙斯小心！宙斯！宙斯！拉，你为什么要？宙斯，你听，多安静啊！战争终于停止了。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是和神杖有关。神杖？神杖怎么了？啊，说起神杖，我们争了几千年，都快忘了我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。先别管这些了，神杖到底怎么了？啊，天神的身份还真是一种诅咒啊！你能不能说重点呢？啊，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只想做一个凡人，当小职员，加班，还房贷什么的。好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神杖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宇宙刚开始的时候，在夕阳下奔跑的4个少年，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快乐啊！你回忆的是谁呀？哦，对了，关于神杖，我死了。关于神杖，你什么都没说呀！给大人报仇！打吧，全部都打起来啊！够了，小金刚，把神杖还给他们吧！不，我就是要看到天神们自相残杀。又打起来了。雅典娜，看来的确是我们错了。这个象征着西方神权力的权杖交给你，父亲，用你自己的方式结束我们这代人造下的孽吧。从现在开始，西方神所有的斗士由你指挥。现在拉的军队也加入了战斗，局势和开始一样，至少需要3倍的军力才能阻止他们。3倍？哦，有啊，银河也是河嘛。主线已脱离主战场。我的斗士们，听从我的命令，驶向银河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河神还能这样用啊？年轻的雅典娜哟，你钓的是这群黄金斗士，谁呀？还是这群白银斗士，还是这群青铜斗士呢？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吧！居然靠着人数优势强行结束战斗。
以为这样就完了？我才是主角，好不好？糟了！愣着干嘛？反击呀！天神就这点本事吗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小金刚，快停下！哎，上面有危险，快走啊！呵呵，天神。和神杖融合了，这为什么？拉之前就是想警告你们，神杖可以让使用者的能量放大，但他内心的阴暗也会被放大。现在的小金刚已经被仇恨吞噬了。太强了，根本无法靠近。你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小金刚。我讨厌你现在的样子！小金刚，你每年都这么说。小金刚，我刚才好像得意忘形了。我最讨厌天神了，一言不合就打仗。我可是很有原则的，见风使舵嘛。神杖吸收了小金刚的仇恨。我这样叫乱世出英雄。天神，太大了。我们现在打的到底是小金刚还是神杖啊？是我错了吗？小青，我现在还有些神力在，可以阻止他。别担心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保证。老公，骗子。
加入他们了。你由我的邪念而生，你的弱点我最清楚，只要利用好这一点，就能打倒你。耶！不要偷窥，么么哒！手气的报纸，大贝，你还了解你自己啊？弱点被反利用了。渣渣，还是被他套路深呐。你们没事吧？最了解神杖的是拉，要是他还在的话。可是拉已经……没关系，用我剩下的神力，就可以让拉复活。为啥上了个球啊？是蛋，这个蛋是拉的转世啊！公鸡下蛋，有个蛋用啊？难道我们要等它孵化吗？真的要孵吗？深呼吸，深呼吸。你不要勉强啊！你是一只狗啊！宙斯，小心！这段剧情已经过去很久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演到哪儿了？哎呀，我们需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神杖。追上来了，我来拖住他。差点忘了，复活拉的时候把神力都用完了。早说嘛！就被追上了，马上就到。没动力了。武器库就在楼下。没有了我的力量，你不过是个凡人，连天神都打不过我，你凭什么？别炸吧！什么？说打倒你就打倒你，我可是很有原则的。这就是你们说的秘密武器吗？为什么要帮那些天神？你不是最讨厌天神了吗？身为天神，又不是他们的错。我是你的化身，是你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我只是让它发芽，长成一棵大树啊！没有生命的树，就是根枯木。我们要一起撕碎你。你们
这手套只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。真正的秘密武器在这里。啊！忘了，我现在还没有发育出手啊！你在收拾青春期的产物啊！最后一击，变大吧！上吧，大白狗！枯木诺，激光了，别动了！我们赢了。就是不知道小青喜不喜欢这个新造型。就这样，在小金刚一行人的努力下，宇宙再次恢复了和平。你们以为我是那种被打进了脑洞才会消失掉的杂牌反派吗？我就让你们这些天神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本质。金刚，居然还敢追过来！什么？可惜你选错了敌人。也选错了战场，颜色没了。脑洞的最底层就是你们宇宙的起点，时间和空间在这里都是混乱的，你们的生命形式将被逐渐降维瓦解。好立体啊！是你们这些二次元的生命没有厚度啊！2D 已经过时了，就该被扔进垃圾桶。小金刚，没想到在脑洞里他有这么强的力量，要把他送回去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手套的第7个按钮。封印。身为3D 的我，就连票价都是你们的2倍，谁稀罕呢？喂，还想挣扎？你们的身体已经被分解成线条了。你这么了不起，那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不敢。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就说你们这群二次元头脑简单，那个手套是用我的力量制造的，有什么功能？难道我还不清楚？你说我们没有厚度。拉，你在哪儿？那也就是说，你对我们也存在视觉盲区呀！喂，你搞什么鬼？哎，我在这儿。想让我和你们一起被封印吗？我叫你的名字。喂，这样我们会合体的。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你就不怕和小金刚一样被黑暗吞噬吗？放弃仇恨，相信爱，我是蓝灯神。抓住手套！把手套发射出去，应该可以摆脱脑洞的引力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们还没拉够，所以这次就不用回来接我了。小金刚，金刚铁拳！
没关系的，反正我只是个凡人。小金刚。学到什么？告诉我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帮你实现哦。秘密不告诉我。小青，小金刚，所以你到底许了什么愿呢？对不起了，小青，这个愿望我没办法帮你实现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只小鸡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记得了哦？那你爸爸妈妈呢？哎呦，是个孤儿呢，好可怜哦。你知不知道嘞？你是咣叽一下从天上掉下来的嘞，是咣叽一下哦。笑了。拉已经完全失忆了。这样也好。他说过想做个凡人。泰坦的预言说，得到了神杖力量的人会给宇宙带来混乱。现在预言落空了，我们的使命也完成了。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这个世界需要新的守护者。我们不是已经有人选了吗？可惜少了一个。那个脑洞又怎么办？可以在它外面建造一个人造星球。那这个星球要叫什么呢？就叫它宇宙终点站吧。有阿拉丁神灯，有辛巴达航海。 4个嫌疑犯，其中还有一条狗。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们打的人？我看起来哪里像狗啦？您的小米手机碎屏险已激活，手机意外损坏免费换新。听着，老规矩，赢了比赛的人就可以把车开走。Yo, young man, let's drive. 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。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宣。哇，这个超级棒！真是男美女了。那你的第3个按钮是什么？一起来玩10万个冷笑话2全新手游。这个广告植入也太明显了吧！我哥恩根那以你激扬奖哇咖喱贡，真的做到了！雅典娜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不只是我，是我们。真是个好小伙啊！家里几套房，父母在哪儿高就啊？老爸，你够了！
神秘的山洞，里面都是钱财，有金银财宝，有钻石玛瑙。这个故事结果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要过分贪财。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这是年轻的亚硝酸钠哟，你掉的叫错名字了。年轻的碘酸钠哟，你掉的又叫错了。年轻的硝酸钙已经完全不是我的名字了。二氧化碳、一氧化钙、氯化氢。小姐姐，你在干嘛？不要叫我小姐姐，要叫我女王大人。你穿成这样，别人会以为你是神经病的。这是我的探险服。石院长说，如果乱跑被抓住，是要被压到山下面的。那就别让石院长发现啦。小姐姐，你要去找什么宝藏啊？你这个骗子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座葫芦山，镇压着一只千年蛇妖，